嗨，大家好，我是林老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萨克戏码。大家知道吗？萨克斯风是少数以制造者姓氏来命名的乐器哦。今天我要来和你说说它诞生的故事。世界上只有少数几种乐器是以它制造者的姓氏来命名的，而萨克斯风就是其中的超级巨星。其他以同样法则命名的，就是在制造者姓氏后面加个 phone 的乐器，还有全世界大概只有100支左右的双簧乐器黑科风，它的长相类似一支巨型的英国管，但是呢，音域比双簧管再低8度，它的声音听起来是像这样的。还有原本想用来在室外演出场合取代低音管的 Sarrusophone， 比较特别的是，它原本是用双簧来演奏，也就是像欧伯和巴顺一样，没有吹嘴，只有2片竹片振动来发音。但是后来也出现了为它而设计的单簧吹嘴，这感觉起来就像要跟萨克斯风 PK 嘛，但是它输了。Sarrusophone 的声音听起来是像这样的。再来就是 Rothphone， 也是一种变种的双簧乐器，看起来是没有吃饱的萨克斯风，然后装上低音管的竹片来演奏的样子。上面3种乐器里面，大概只剩下黑口风会在少数的曲子里面出现，像是理查史特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而其他2种乐器在一般场合应该已经很难听到了。像 Rothphone 我是连声音档都找不到要看它应该只能去那个乐器博物馆了。从这几个例子大概可以看得出来19世纪的人对于发明的定义，也就是把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加以改版组合，然后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萨克斯风就是由比利时乐器制造家阿道夫·萨克斯先生 Antoine Joseph Adolphe Sax 在1840年代初期，我想应该是无意间组合出来的。萨克斯风的前身是一种长得很像低音萨克管的铜管乐器，它叫做奥菲克莱德号，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低音竖笛的吹嘴组合而成的。奥菲克莱德听起来是像这样的。而低音竖笛的吹嘴呢是这样的。然后2个加起来就变成大概这样的声音。我想这应该会很接近早期萨克斯风的声音吧。也许就是有一天阿道夫店里的生意不太好，然后因为实在太无聊了，看到桌上放了一个低音竖笛的吹嘴，就拿起来玩一玩，跟旁边的奥菲克莱德号装在一起。其实这种事情小学生也常干。然后他可能觉得不错哦，这样不只有了铜管的音量，又兼具了木管的音色。Killing 2 birds with 1 stone。有搞头。然后呢，才有了后来的改良工作。1841年，阿道夫制造的第一支 C 调低音萨克斯风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工业展中亮相。隔年，他们就全家搬到了巴黎。他在那里制造了另外一支 F 调的上低音萨克斯风。那个时期制造的乐器虽然已经具备了萨克斯风大部分的特性，但是从外观上面看起来还是奥菲克莱德号的样子。1844年，萨克斯风首次在巴黎工业展中展出，终于在1846年的3月21号，中午的12点20分，果然是龟毛的法国人呐！他获得了萨克斯风15年的专利权，正号是3226，这也确立了他发明者的地位。
在专利申请书上，阿道夫的原始设计分成8种不同音域的萨克斯风，而编号1号的看起来应该是现在的 baritone sax， 可是它标的是降1调 tenor。另外比较特别的是4号的 C 调下贝低音萨克管，因为它在上面特别标明了 bourdon， 也就是雄风。这种乐器一直到1999年才真正的被制造出来，而这已经是153年之后的事了。最后，他决定把萨克斯风分成2个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7种不同音高的乐器。第一个系列是为管弦乐团设计，调性是 C 调和 F 调的家族乐器。这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早期将萨克斯风纳入编制的管弦乐作品，在谱上的记谱还是 C 调和 F 调。另外一个系列是为了军乐队设计，调性为降 B 和降 E 的家族乐器。1848年，作曲家同时也是音乐学家的乔治·卡斯特纳出版了一本叫做《法国军乐通用手册》的工具书，里面清楚地定义了由超高音到贝低音的7种萨克斯风和它们的调性，也就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降 B 和降 E 调系统啦。从此，萨克斯风家族的成员就大致底定由 soprano、soprano、alto、tenor、baritone、bass、contrabass 这7种乐器组成，而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是高音、中音、次中音、上低音这4种萨克斯风。虽然说萨克斯风是从现有的乐器组合出来的变种，但是阿道夫却做出了2项决定性的改良。第一个是8度泛音系统，在管身的设计上，萨克斯风采用的是锥形管体，因此属于开管系统。要说明一下，这是因为物理特性，而不是因为长相哦。之后配合上了2个泛音孔位的设计，让萨克斯风成为完美的8度泛音乐器。也就是说呢，我们高低8度的指法都一样哦，大部分一样啦。但是光这一点就可以让萨克斯风的指法的逻辑性和灵活性大大的提升了许多，就是比较简单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跟竖笛一样是12度泛音的话，我想现在学萨克斯风的人应该会少1半以上哦。另外就是按键系统的改良，萨克斯风左手的按键采用了双簧管的特利伯特第3号系统，而右手是使用和竖笛一样的贝姆系统，把2个系统的优势全部借过来。说到这里，不得不大大赞叹一下萨克斯先生的天才，居然想得到这招啊！但是呢，有一好就没2好。一开始这样各取1半的设计还是过于简单，其实就是因为替代键还不够完善的意思，所以在半音阶和某些音域的圆滑奏和大挑上容易卡到音。不过，随着阿道夫的专利在1861年过期之后，萨克斯的制造也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加速了它的进化。上面这些问题呢，也就渐渐的由各个制造商们各凭本事的解决了。然而，这位天才乐器制造者的贡献还不只是技术上的哦，更重要的是他的好人缘。我觉得这才是萨克斯风能够从无名小卒变成国际巨星的关键。阿道夫的哥们，作曲家白辽士是一个在巴黎音乐圈含水会结冻的人，而且又是辩论日报的专栏作家。1842年，在听完阿道夫介绍了他的新玩具之后，马上公器私用的在6月12号的专栏当中大肆赞扬这位天才和他崭新又特殊的乐器。而这个文章呢，也在法国、比利时各地不断的被留言、按赞、分享，获得了极高的点阅率。阿道夫和他的萨克斯风就这样开始被这个世界所认识。实在很够意思的白辽士还把自己在1829年所创作的合唱曲《圣咏》特别改编给管乐6重奏，成为史上第一首把萨克管纳入编制内的乐曲。1844年的2月3号，这个版本在巴黎的赫兹音乐厅举行首演。阿道夫的另外一个哥们，作曲家兼长笛演奏家朱尔斯·德美斯曼，也为萨克斯风创作了不少的曲子，而这些曲子呢，到今天仍是古典萨克斯风的标准曲目哦。除了古典方面的发展，到了1840年代的末期，萨克管几乎已经被正式的纳入法国军乐队的常规编制之中了。在欧洲的对面，为了纪念普法战争的落幕，1872年世界和平庆典暨国际音乐节在美国的 Boston 的后湾举行。法国禁卫军乐队，他们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乐队，到美国表演。当时音乐节的筹办者，也是美国第22军团乐队的指挥派崔克·吉尔摩，听到了他们演奏之后，隔年马上按照禁卫军的编制重组了自己的乐团。从此
萨克斯风家族也正式的踏上了这个新大陆。在同一个时期，原本就已经很有名的法国竖笛演奏家爱德华·勒菲波赫移居美国，因为跟萨克斯家族有生意上的往来，早就已经偷偷练萨克斯风很久啦。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以自由音乐家的身份从事竖笛和萨克管的演奏。1873年，他受邀加入了22军团乐队，从此就不吹竖笛啦，并且与吉尔摩展开了长达20年的合作关系。他后来的绰号就叫做萨克之王。隔着大西洋的两端，不同的推手用着不同的方式，各自延续着这股萨克旋风。到了世纪交替，爵士乐兴起，萨克斯风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接下来音乐史上的每一个时期，萨克斯风就再也没有缺席过。从古典、现代、爵士、bebop、funk、fusion、流行，就是这么百搭，就是这么厉害，不要怀疑。喜欢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轻松快乐的开始萨克斯风的学习之旅吧。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是萨克戏码，我是林老师，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